你知唔知道東京嘅範圍係由邊度至到邊度嘅呢？日本地圖你一定有睇過，不過用心去睇嘅人應該唔係好多。唔單止東京，日本嘅範圍比好多人嘅想象之中大，而且唔係大少少咁簡單。日本最北端就係北海道，不過唔係呢一度。好多人都誤以為沖繩係日本最南端，但係正確係離東京市中心1700公里嘅孤島，比起香港同那霸之間嘅距離仲遠得多。喺地圖上睇，日本係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呢4個大嘅島組成，但係實際日本最東、最南、最西、最北都係喺意料之外嘅地方。其中最東同埋最南端都係東京嘅一部分。日本係一個島國，四周嘅海洋都好重要。日本嘅美食刺身壽司馳名國際，都係因為有豐富嘅海洋資源。海洋嘅邊界亦都左右住日本嘅存亡。90年代聯合國海洋公約正式生效，解決咗大部分海洋邊界問題，亦都確定咗各國嘅排他性經濟海域。日本國土面積係排世界嘅第61位，不過加入咗排他性經濟海域之後，日本嘅面積升到世界嘅第6位，係第1位嘅美國嘅一半。最深日本今次會為你介紹為日本帶嚟天然資源嘅東南西北邊境究竟喺邊度呢？同埋背後隱藏咗啲咩驚人故事呢？我哋都睇慣咗日本嘅外形，有人會話似一條龍，亦都有人話似一隻海馬，好容易去認㗎。日本有6847個離島，其中唔夠1成嘅416個係有人住嘅，而另外9成都係無人島。喺介紹真正嘅日本東南西北端之前，簡單介紹一下可以自由旅行嘅最東南西北端啦。因為真正最東南西北端要去真係好艱難。可以自由旅行嘅最北端就係北海道至內嘅中谷岬，搭 JR 中谷本線喺至內站落車，再喺站前嘅巴士總站搭巴士，大概用1個鐘頭就可以去到啦。相信呢一個係最著名日本最北端嘅旅遊點，好多旅遊書都會有介紹。最南端就係沖繩嘅波照間島，由石垣島出發搭高速船1個鐘頭多啲就去到啦。最東端竟然翻返去北海道，係根室半島嘅納沙布岬，由 JR 根室本線根室站前面嘅巴士總站出發，搭45分鐘巴士就到。而最後可以自由旅行嘅最西端，亦都係日本真正嘅最西端，係沖繩島嘅與那國島。喺沖繩嘅那霸機場搭琉球 Air Commuter 嘅小型飛機，機程大概係1個半鐘頭。去北海道同埋沖繩嗰陣時，花多少少金錢同埋時間就可以去齊可以自由出入嘅日本4端，仲可以同紀念碑影相打卡，你不妨去試一試。提及到邊境，除咗可唔可以去之外，仲有一個常見嘅問題，就係領土糾紛。日本都難以避免呢一個宿命。日本嘅最北端就係同俄羅斯之間有呢個問題，而另外真正嘅日本最東端同埋最南端都係面對太平洋，免除咗領土嘅問題。不過一大片汪洋嘅孤島之中，要花大量嘅人力物力去經營，避免失去珍貴嘅土地同埋領海。日本真正嘅最南端係位於太平洋之上嘅沖之鳥島，日本人用盡各種方法嚟維持呢個小島嘅完整。仔細睇睇，喺太平洋之上有幾個令人感到心寒嘅人工建築。沖之鳥島係咪一個天然嘅島嚟呢？外表睇起嚟就係一個人工以水泥填出嚟嘅平台。呢一度究竟發生咗咩事呢？日本喺太平洋嘅中心究竟搞咩奇怪嘅實驗呢？沖之鳥島其實係東京嘅一部分，係小笠原群島其中一個無人島。沖之鳥島係長4.5公里、闊1.7公里嘅珊瑚礁。你睇到呢度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就係沖之鳥島究竟係一個島啊，定係一個岩礁？有幾個國家都有相同嘅疑問啊！而且呢個疑問並唔係大家好有好奇心咁想去知道呢個究竟係一個島啊，定係一個岩礁，而係為咗確定日本嘅排他性經濟海域。日本陸地嘅國土有38萬平方公里，而沖之鳥島如果係一個島嘅話，佢會為日本加添比國土面積更大40萬平方公里嘅排他性經濟海域，所以大家都好緊張。
呢個珊瑚礁好似一隻碟咁樣，表面係好平滑，島嘅四周近乎係垂直傾斜，周圍嘅水深達到4000至到7000米，而沖之鳥島近海面嗰1500米都係由珊瑚組成。喺潮退嗰陣時，大部分都會露出水面，睇落嚟好似個島咁樣噶。而問題嘅核心就係喺潮漲嗰陣時，平滑嘅表面只有2個細細嘅天然構造露出水面。喺潮漲嗰陣時露出水面嘅陸地，究竟係咪一定可以稱為島呢？喺國際上仲有好大嘅爭議啊！但係無論沖之鳥島係一個島定係一個岩礁，毫無疑問呢一度都係日本嘅最南端。最深日本會為你介紹呢一個地方，講解點解呢度會變成而家咁嘅樣嘅呢？沖之鳥島喺潮漲嗰陣時有2個天然構造露出水面，分別係北小島同埋東小島。北小島就比較大，有大概8平方米，喺潮漲嗰陣時有僅16 cm 露出水面。而東小島呢就比較細，面積有1.5平方米，潮漲嗰陣時僅得6 cm 露出水面，真係好驚會俾風浪捲走。喺太平洋裏邊24小時受住海浪嘅衝擊，喺夏天嗰陣時更受颱風吹襲，風浪高達17米。北小島同埋東小島真係好有可能喺不久嘅將來變得體無完膚。1931年，日本開始統治沖之鳥島，當時探測到總共有6個天然構造喺潮漲嗰陣時會露出水面，但係過咗僅7年，去到1938年，只係剩翻5個。到咗80年代再去探測嗰陣時，竟然得翻2個。日本政府醒覺過嚟啊，決心以人力去保護沖之鳥島。1987年，為咗保護剩低嗰2個露出水面嘅天然構造，日本政府出咗大概20億港元，將數以百噸嘅鐵造防波塊圍住呢2個島。另外，圓形水泥構造並唔係用嚟擴張土地嘅面積，而係防止海浪嘅衝擊作為保護。水泥建築冇蓋住露出水面嗰部分，只係圍住嘅啫，而且仲有空間俾海水流入去，證明潮漲嗰陣時係有露出水面嘅部分。到咗90年代尾，喺島嘅周圍發現咗大量水泥嘅碎片，實在太恐怖啊！所以喺東小島上面鋪咗係唔會生鏽鈦金屬做嘅網，用嚟保護。除咗東小島同埋北小島之外，仲有其他人工嘅建設係用嚟做監測之用嘅。外表睇嚟有少似小型開採建設嘅監測台，已經老化，而且閉路電視已經係唔能夠操縱。喺2020年，國土交通省喺島嘅旁邊逗留咗3個月去做工程，將舊嘅觀測台拆走，而喺舊址嘅旁邊興建咗新嘅觀測台。人工嘅建設畢竟係用嚟保護沖之鳥島，防止受海浪嘅侵蝕。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喺呢度運用咗創意，為咗確保好重要嘅排他性經濟海域唔能夠坐以待斃啊！喺2006年開始研究養殖珊瑚，以天然嘅方法嚟擴充島嘅面積同埋高度。2年之後嘅2008年開始正式去養殖。養殖珊瑚嘅技術亦有可能幫助因為水位上升而面臨沉沒危機嘅國家，去防止國土沉沒喺海裏邊。日本最南端嘅沖之鳥島只係一個喺太平洋上嘅小小珊瑚島，絕大部分人都冇機會去到訪。不過呢個地方對日本造成重要嘅影響，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排他性經濟海域對於被海洋包圍嘅日本有重大嘅意義。最南端嘅沖之鳥島係一個孤島，而日本最西端嘅與那國島就完全唔同，有島民喺度生活，有超級市場，而且仲隱藏住殘忍嘅古老傳說。與那國島係距離東京最遠嘅離島，相距成2000公里，反而係日本4個極點中最容易到訪嘅一個，而且仲充滿沖繩嘅南國氣氛，係一個好受歡迎嘅旅遊熱點，亦都係日本最遲可以睇到日落嘅地方。2003年由漫畫作品《小孤島大醫生》改編成日劇，套日劇就喺呢度拍攝噶啦，所以與那國島係有一定嘅知名度。與那國島距離台灣宜蘭縣蘇澳鎮只係108公里。天氣晴朗嗰陣時，可以喺台灣度用肉眼望到與那國島。戰前嗰陣時，台灣人同埋與那國島都有交流嘅。而家國際關係都改變啦，唔可以由台灣宜蘭嘅港口直接搭船去與那國島啦。喺17世紀江戶時代嗰陣時，鹿兒島嘅前身係薩摩藩，而沖繩嘅前身就係琉球。薩摩藩進攻琉球，就引發起與那國島嘅驚人過去。內容就同全球大 hit Netflix 嘅片集《魷魚遊戲》不相伯仲。薩摩藩向琉球抽重稅，
按照人頭嘅數目而計算稅金。屬於琉球一部分嘅與那國島，當時大部分居民都係從事農業，自給自足，但係冇多餘嘅物資嚟交稅。與那國島西部沿海懸崖邊有一個著名嘅景點，去呢度旅行嘅人都會參觀一嚿大岩石，名為久保良裂縫。呢嚿石有咩特別呢？島民為咗減少交稅嘅金額，需要去強制減少人口，其中一個方法就係以冇工作能力嘅孕婦為對象，將啲孕婦聚集到呢個久保良裂縫度。久保良裂縫係長20米嘅大岩石，而正中間就係一個闊3至5米、深7至8米嘅裂縫。講到呢度，你可能已經估到會發生咩事。啲村民強迫啲孕婦跳過呢個裂縫，身懷胎兒嘅孕婦根本好難去跳過呢個裂縫，跳唔過嘅話，跌落裂縫就會冇命啦。就算跳過咗都好啊，個肚受到衝擊都會流產，生唔到仔就唔會令人口增加啦。呢一個係當地古老流傳嘅傳說，唔知道係咪真係有其事啊？而家就成為沖繩縣政府指定嘅名勝景點。沖繩好出名潛水嘅，1986年有人喺與那國島嘅南面潛水，竟然發現咗類似海底遺跡嘅巨石群，估計有3000甚至有10000年嘅歷史。呢一個海底地形又發現嗰陣時已經過咗20幾年，而家都仲未得到結論，究竟係天然啦，定係古代嘅遺跡嚟嘅？巨石群好似梯級咁樣，有幾級嘅，而裏邊可以揾到一個好似三角形咁嘅龜之岩。專家都下唔到結論，究竟自然嘅力量可唔可以做到呢個三角形嘅地形？中意潛水嘅人不妨去現場度探究一下。與那國島最西邊就係一個叫西岐嘅懸崖，喺呢度可以揾到一個刻有日本國最西端之地嘅大石碑，係一個極度珍貴嘅打卡勝地。而且附近仲有西岐燈塔，仲有一個地方係專係用嚟睇日落嘅，叫做可以眺望日本最後日落的山丘。同日本最南端唔同啊，日本最西端嘅與那國島充滿大自然同埋浪漫氣氛。同日本最西端距離最遠嘅日本國土就係日本最東端嘅南鳥島，兩者相距超過3000公里，位於日本最東端，但係個名唔係東鳥島，而係南鳥島，搞到好多人頭都大晒，唔知點解會咁樣？究竟係邊一個衰人改個咁嘅名嘅呢？南鳥島嘅命運竟然係由信天翁同埋佢哋啲便便而決定嘅。19世紀末，美國傳教士馬庫斯為仲係荒島嘅南鳥島以自己個名去命名。過咗幾年之後，有個日本人叫做水谷新六上咗島啊，發現咗島上面有大量嘅信天翁喺度棲息。當時距離東京600公里，另一個島叫做鳥島嘅小島，喺呢一度，另外一個日本人玉置半右衛門就喺呢個島上面捕獵信天翁而獲取暴利賺大錢啊！同樣都係行船嘅水谷新六就有樣學樣啦，梗係佢估計就算搭船冒險去到呢個距離東京2000公里嘅孤島去捉啲信天翁，都可以獲取暴利賺大錢。咁佢就向東京政府度借地去做生意啦，而且喺島上面起咗一個幾十人規模嘅村落。水谷向東京政府借地嗰陣時，要搞好多文件嘅，文件裏邊就說明馬庫斯島係充滿資源，並以玉置半右衛門喺鳥島捕捉信天翁獲利嘅先例嚟作籌碼。當然水谷唔係傻噶啦，唔會喺文件裏邊用馬庫斯島呢個名向日本政府度借地啦。咁佢就諗咗條計出嚟，就將呢個比鳥島更加南嘅島命名為南鳥島。之後美國人翻返嚟馬庫斯島嗰陣時，竟然發現日本人喺度競捉啲信天翁，嚇咗一跳啊！美國同日本之間發生咗一連串嘅小鬥爭之後，日本就由橫須賀港派出防護巡洋艦粒子號將事件擺平，南鳥島就編入咗去日本領土嘅一部分。事件平靜落嚟之後，水谷除咗加工信天翁嘅羽毛之外，仲把事業擴大到去信天翁嘅便便。啲便便可以用嚟做乜呢？原來可以用嚟做肥料嘅，仲賣遍日本各地。喺全盛期嗰陣時，一年啊有1000噸嘅便便搭成2000公里嘅船程，由南鳥島運翻去本州嘅港口，再運到日本各個地方。信天翁便便嘅生意支持咗南鳥島嘅經濟足足20年。南鳥島係一個三角形嘅小島，
由上空睇落去呢，有一條橫跨小島嘅跑道，好鬼硬眼嘅。由神奈川縣厚木基地搭 C130 運輸機，需要3個半鐘頭先嚟到呢個島。島上面住咗20幾人，佢哋負責觀察氣候同埋看守邊境嘅。自衛隊嘅隊員呢，就每2個月輪班去長駐呢個島，而隊長級嘅人馬呢，就要長駐足足1年啊！南鳥島遠離本土，當然係冇得上網啦，而且手提電話嘅電波呢，都係近幾年呢先至覆蓋到南鳥島嘅啫。喺島上面當然睇唔到 Netflix， 都睇唔到 YouTube。當值嘅隊長每日最大嘅娛樂呢，就係去睇 DVD 啊！島上面駐守嘅人員都係靠每星期1次由軍機運來嘅物資作為補給。橫跨小島呢條咁硬硬嘅跑道，雖然係同大自然好唔相襯啊，不過對於島上面嘅人嚟講，係一個好珍貴嘅設施。一個小小嘅島嶼，卻成為文明社會嘅縮影。2012年，東京大學研究團發現咗南鳥島附近嘅海底5600米深嘅地方，埋藏咗好多稀土金屬，足夠日本用超過200年啊！而且最近2020年7月，日本政府成功實施世界首個實驗，去發掘藏喺海床1000米深嘅稀有金屬鈷。呢啲天然資源都係去做 smartphone 同埋電動汽車嗰陣時不可缺少嘅材料。雀仔嘅便便改變咗20世紀初嘅南鳥島，而埋喺咁深海底嘅天然資源會點樣改變21世紀呢一個日本最東方嘅小島呢？位於比日本最北嘅北海道更加北嘅島嶼，究竟係屬於邊一個國家嘅呢？你細個睇地圖嗰陣時，有冇呢一個疑問呢？最深日本呢一集為你介紹嘅就係日本最北端嘅地方澤竹島。呢一個係千島列島南方嘅一個大島，日本裏邊繼本州、北海道、九州4國，第5大嘅島就係澤竹島。不過呢一度有一個任何國家都冇辦法逃避嘅宿命——領土紛爭，包括澤竹島、國後島、色丹島、此武群島呢4個島嶼嘅主權誰屬，就係日本北方領土嘅問題。呢4個島而家都係由俄羅斯擁有實權，島上邊有超過6000個俄羅斯人喺度生活。日本政府呼籲自己嘅國民唔好拎簽證去北方4島，其他人當然可以拎俄羅斯嘅簽證去澤竹島度旅行啦。最深日本喺呢度會為你介紹2戰前確實係日本最北端嘅澤竹島。而排除咗領土爭議呢個話題之外，日本最北端嘅地方就係我開頭介紹嘅中谷岬。澤竹島原本住咗原住民阿伊奴人，後來經過日本同埋俄羅斯嘅入侵，喺1855年日俄和親通好條約簽訂咗之後，劃分咗澤竹島同埋德輔島作為邊界。澤竹島同埋以南各個島都係歸日本所有。日本同俄羅斯雙方經過咗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朴茨茅夫條約，澤竹島同埋以南嘅國島一直都係日本嘅領土。喺2戰之前，日本最北端一度延伸到堪察加半島對岸嘅佔守島，而去到2戰嘅末期，1945年2月，英國、美國、蘇聯嘅首腦舉辦阿爾達會議。會議裏邊同意咗蘇聯可以喺戰勝之後收回庫頁島同埋獲得千島群島。喺太平洋戰爭完結之前嗰幾日，大日本帝國預計喺9月2號簽署降服文書之前，喺1945年8月28號，蘇聯舉兵進攻千島列島，軍隊一直南下佔領埋南千島列島，其中包括澤竹島嘅北方4島。日本戰敗咗之後，喺1952年同同盟國簽訂咗三藩市和約，日本應承放棄千島群島等地嘅主權。美國喺制定和平條約嗰陣時，冇詳細列明千島群島裏邊包括邊幾個島，留低咗伏線去牽制日本同埋遠東嗰幾個國家，造成咗今日仍未解決嘅日俄北方領土主權問題。第2次世界大戰完結咗超過半個世紀。到咗今日，日本同埋俄羅斯都係因為北方領土嘅主權問題，仲未簽訂友好和約，對國交造成好大影響。對於外交同埋國際關係有研究嘅觀眾都會理解，日俄間嘅關係喺20世紀初嘅日俄戰爭之後變得好複雜。喺2戰嗰陣時，澤竹島住咗2000幾個日本人，當時係冇蘇聯嘅人嘅。到咗日本戰敗之後，當地嘅日本人都被趕出咗島外，被迫移居到北海道或者係其他嘅地方。而家喺南千島列島居住嘅主要都係俄羅斯人。
1991年起，日本同埋俄羅斯達成協議，住喺呢4個島附近嘅日本學生同埋祖先墳墓喺呢4個島嘅日本人都可以唔使拎簽證，搭特別嘅船班去呢4個島度做交流或者係拜山掃墓。近年因為新冠肺炎嘅影響，唔需要簽證嘅日俄交流遭到取消。歲月流逝，本身喺澤竹島生活嘅日本人已經年紀老邁，喺有生之年究竟可唔可以返去故鄉，唔係一個遙遠不及嘅外交問題，而係佢哋一個好切身嘅問題。國際形勢瞬息萬變，喺2006年，俄羅斯決定花費相等於60億港元金額喺千島列島興建各種嘅基建。2014年，澤竹島市中心沙拿市嘅附近伊圖魯普機場落成，同埋舉辦咗開幕典禮。近年俄羅斯更加採取政策去招攬世界各地嘅企業喺千島列島度開公司，而且公司稅可以獲全免10年。再加上2020年俄羅斯修改憲法，內容包括禁止各樣國土。你應該可以想象日俄喺北方領土爭議嘅問題會有咩嘅進展。喺澤竹島上冇日本最北端嘅石碑，如果喺而家想去日本最北端旅遊嘅朋友，都係去返北海道寺內嘅中谷岬較為實際。日本係一個海洋國家，比起陸地嘅範圍，包括排他性經濟海域嘅範圍就大得多。唔同大陸連接嘅日本，只好靠海洋嘅資源嚟保持國家嘅運作，確保將來嘅發展。係地震嘅大國同埋火山大國嘅日本，面積同埋邊界都會隨住地殼變動而發生改變。2021年8月，太平洋海底火山福德岡之場發生大爆發，造成咗2個一大一細嘅新火山島。過咗2個月，去到10月，細嗰個島已經受海浪嘅衝擊，消失咗大部分。自然現象變幻莫測，可能有一日，日本嘅最東、最南、最西、最北端都會有所改變。